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我们医院的体外反搏治疗机。什么是体外反搏治疗机呢？就是它总共有3个构成的零件一个是这边的电脑，再来呢就是压脉带然后和这一台就是我们心电图的分析仪。那整个原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心脏衰竭的患者呢，他们的心脏已经失去了弹性。那在心脏舒张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四周的血液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把它带回去心脏。这个时候，这个压脉带分别绑在小腿、大腿还有臀部的地方，就会在心脏舒张期的时候，快速的充气，把周边的血液呢都挤回去心脏。那在心脏收缩期的时候呢，它要快速的消气，快速的消气就可以减低心脏的负荷。这样子一个循环下来呢，可以增加我们心脏的功能，然后也可以减低心脏的负荷。那这个体外反搏治疗呢，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用在我们心脏衰竭的患者。那从20年前开始，不管是美国心脏医学会、欧洲心脏医学会，还是我们亚洲的研究呢，都可以很明显的就是降低我们心脏衰竭患者的许多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呼吸会喘啊，然后还有就是胸闷、心绞痛的症状。那同样的，在其他的病症，比如说像是心肌梗塞，不管是他有接受过心导管的手术，还是绕道的手术之后的患者，他们都可以借由体外反搏的治疗增加我们心脏的灌流的血液，还有我们心脏的血管的侧支循环，增加我们心脏的许多的血液的供应，还有心脏的功能。再来，若是患者他的血管呢阻塞的非常的严重，既不适合接受手术，也不适合接受心导管的治疗。那透过这样子体外的反搏治疗，也可以有效的降低他心绞痛的症状。在近年来有许多的研究呢，就发现说体外反搏治疗还可以改善男性性功能，比如说勃起功能不全的患者，可以借由就是血液的循环让它变好所以改善勃起功能的障碍。再来还有就是说可以预防脑部功能的改善，比如说是帕金森氏症啊，然后还有就是预防中风，这方面都可以结果通过我们的体外反搏治疗来得到改善。最近还有就是说心脏衰竭的患者接受了就是体外反搏的治疗呢，可以改善他的肾功能。还有就是一些像糖尿病的患者，他们有许多糖尿病足，然后或者是周边的动脉的疾病，也可以透过这样子体外的反搏治疗改善他们的动脉的阻塞。那体外反搏治疗也不是说它完全都是万能的，它也有许多的就是不可以的相对应的是禁忌症比如说是病患已经有知道说他下肢静脉有血栓，或是已经扩散到肺动脉，这个时候就不适合用就是体外反搏治疗，因为在不断的收缩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把血栓进一步的恶化带到肺动脉里面去，造成更严重的肺动脉栓塞。再来就是说，他糖尿病足太严重了，已经有溃烂、发红或是感染的情况，这个时候也不适合用体外反搏治疗。再来就是说有心律不整，因为通常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挤压的过程当中，会进一步的恶化心律不整。若是患者他本身的那个心律不整没有得到良好的控制的话，那体外反搏的治疗也可能是相对的禁忌症之一。大家可以看到这首先是我们这个心电图的分析就可以看到说什么时候心脏是处于一个舒张的状态，什么时候是一个收缩的状态。那传到电脑这边之后，电脑会下令这里的压脉带该是要收缩还是舒张从小腿、大腿一直到臀腰部这边这样子。那整个体外反搏治疗大概持续1个小时，中间可以休息10分钟。一个完整的体外反搏治疗建议就是1周5次，1次1个小时，那持续就是7周，这样子35个小时才是一个完整建议的体外反搏治疗的流程。